别人毕业进厂，我毕业回村啃老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投了42份简历，最后全都成了回收小老头的合法收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学生吗？怎么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回来啃老来了？他一个农业大学的，能找到什么城里工作？谁家种菜还去专门读个大学啊？完了，本来想低调回村，没想到被第一情报网知道了。估计靠着他那张比5G 基站还快的嘴，不出10分钟，全村都知道我准备回家啃老了。王婶儿，误会，我这是响应号召，回乡创业。创业？你爸那腿，你妈那腰，你家那3间破瓦房，创啥业啊？创一个让您闲不下来的业，到时候天天来我家串门，瓜子管够。这小子嘴还挺利索，哼，我等着，别到时候连瓜子都买不起。瘦了，回来了就好好休息，妈给你炖排骨。我爸这表达爱的方式跟小经理弹窗似的，没感情但有用。既然没有去成研究院没事，家里地不大，你要想回家种地实验，我可以去找村长。没事不用，爸我先去钓个鱼，刚回来我想缓缓。哼，你爷爷鱼竿在里屋，自己去拿。4年农学，毕业钓鱼。陈宇啊陈宇，你可真有出息。第47份简历被拒时 ，HR 说农业大学，我们不招种地的。拜托，我学的是生态农业，不是种地的。算了，鱼不会问我学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垂钓行为，田园神钓系统激活中。谁？田园神钓系统竭诚为您服务。完了，失业失出精神病了。宿主精神鉴定正常，请不要侮辱本小经理的绑定标准。所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金米？是呢，我是能帮你从水里捞出18万的那种系统。18万？下游深水潭有变异黄金鳖，预计价值18万元，建议宿主先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取初始积分。18万？你先让我钓条鱼试试，不然我信你个鬼！新手礼包发放精准咬钩感应体验卡30分钟。我去，这么大！3斤2两，宿主温馨提示：你的小鱼鱼竿要断了哦，建议用手抓。嘿嘿，有点意思啊，筒子。新手任务完成，积分加10，是否预支积分兑换龙血麝香丸，售价80积分。80，我就10分，你抢钱啊？但是可以增加钓到概率哦。童叟无欺，投入产出比1比2个250。宿主数学应该比本小经理好吧？行吧，预支。我警告你哦，要是钓不上来，你要赔我前面的10积分。龙血麝香丸，极品又实际，有效半径300米。温馨提示：只对高价值目标生效，普通鱼闻都不闻。宿主可以理解为高端靶向制导武器。说的跟抽卡保底似的，比抽卡靠谱。这玩意儿不会毒死鱼吧？目标物种对该气味的咬钩率为97。行，你是筒子，我信你。我去，动静这么大！我靠，杆子要断了！你不是小经理吗？倒是帮把手啊，变成一个网拉一下也行。抱歉，我是系统没有手，如需情感支持，本小吉米可背诵唐诗300首，需要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这破小吉米，卸载按钮到底在哪儿？啊，这什么劲儿啊？这是鳖还是牛啊？筒子，你确定不是条鲨鱼？变异黄金鳖11.5公斤，咬合力200公斤，竹竿承重极限12公斤，当前受力11.8公斤。说人话！竿要断了，往左拉，现在！这就是18万。18万是预估，宿主你在发抖，建议不要发呆。黄金鳖逃跑意愿正在上升。废话，18万啊，谁不抖？我腿都软了。哎呦，18万你就不能乖一点？这玩意儿可比我命还贵，可不能让人抢了。回去藏起来，明天一早就去卖了。嚯，黄金鳖，这么大的野生货，1年见不着2、3只啊！老天爷，这品相，少说50年以上的野生黄金鳖，那些图吉利的餐厅老板肯定抢着要，我转手卖个30万都没问题，只要不超出20，不超出25万，这鳖我都要拿到手。对野生的，我在活水潭钓的，老板开个价吧。小兄弟，你年纪看着不大，从青石村来的，
这鳖看着大，还是野生的，但是它壳上还有伤，你看这甲缝都有裂痕了。有伤？我看是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8万，我冒个险收了，养死自认倒霉。老板，您仔细看看，12斤2两，背甲完整，活力充沛。您看他刚才还试图咬我，既然老板看我年轻好欺负，也不诚心保价，那我找个有诚意的去。别走啊，生意都是谈出来的嘛。你说你想要多少？我刚刚查了拍卖行成交价，10斤以上野生黄金鳖，上月成交16万8，没17、1万，根本拿不下来。这小经理报价肯定是最准确的，就算卖不出更高的价，也不能低于小经理给的参考价呀。况且我还有全程视频，调上来全过程，活体野生，如假包换，假一赔10，就这一出手，多少钓鱼佬和酒楼会疯抢。其实视频就3秒钟，但气势不能输。18万，不能再多了，扫码还是转账？扫码。18万，发财喽！稳住，不能笑，脸不能崩。支付宝到账18万元。老板，合作愉快。嘿嘿，陈宇稳住，你是见过世面的大学生。不对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钱，腿有点软，但得撑住，不能崩，脸不能崩。多少？18万？你钓的？也钓来的。对了，爸，我想试试村东头那片废塘。我知道那个废塘毒素超标，杂草丛生，一般正常人不会碰。但我不是正常人啊，我有桶子，更何况18万不能坐吃山空，要合理运用起来。钱是你的，主意你拿。如果需要我出面，我可以出面帮你。可以，明天就要老爸你跟我走一趟。我毕竟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跟村长谈那个塘，还是得有老爸你在旁边。行，好，阿宇有出息了，到时候你需要妈帮你，你就说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商业决策倾向，发布限时任务：72小时内承包青石村废弃鱼塘，奖励生态养殖技术加珍稀鱼苗投放权限，超时惩罚，新手光环永久一仆，中鱼率归0。72小时，玩这么大，新手光环有啥用？让你中鱼率提升30%，宿主想要吗？要，我明早就去承包。哟，大学生回来了。我听说你不在城里当白领，准备回来抢泥饭碗。泥饭碗也是饭碗，倒是赵强你管得挺宽啊，怎么村委会给你发工资了？你就嘴硬。村东那个废塘，全村都知道，鱼放进去就翻白肚皮。你承包，脑子进水了吧？还是城里待久了，连好坏都分不清？陈宇，看在你爸的面子，这个塘可以给你，但得按规矩来，月租2000，押1付3，合同1年1000。村长，要不打个赌？1个月，陈宇要是把废塘盘活，我给他磕3个响头，塘免费给他用。活不了，你输了，你家的塘免费归我。我输了，未来3年你家鱼塘算我承包，我每年跟你们给钱。行，有种，村长作证。1个月，我等着看笑话。1个月后又有新塘可以用喽。赵强，你别后悔。宇哥，听说你要承包这塘，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知道这塘啥情况不？不知道，但你做的事肯定对。我从小跟你屁股后面跑，你从来没错过。大牛还是这么憨，但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。这发小没白交。这水鱼能活？你干啥？这水能喝 ？pH 值7.2，偏弱碱，能调。氨氮略高，换2轮水就能降下来。溶氧偏低，加上养设备，能养鱼，而且养的是好鱼。你真懂？我以为你大学混了4年呢。4年农学总算没白读，谢天谢地。那几门挂科的水产养殖课，补课熬的夜，值了。村长，给我1个月，我肯定能做好。筒子，鱼苗呢？别告诉我光有技术没有种子。承包合同生效，奖励发放生态养殖技术已融合。黄河金贝里珍稀鱼苗呈200围投放完毕，水质优化进度27%，预计72小时达到养殖标准。200围，嘿嘿，这塘要活了。警告！72小时内大暴雨来袭，降雨量120海米，持续18小时。当前塘坝存在决堤风险，请宿主立即加固。不是我刚有鱼苗你就来这一出，我玩球啊！警告！坝体渗水加剧，预计8分钟后决堤。8分钟？你当我是神仙啊？有功夫你倒是别把铁锹出来！我是小经理，没有手。宿主继续加油。玩球了，这坝要真垮了，
10万块打水漂不说，全村下游都得淹。宇哥，我来了，咱爹让我带的塑料布和沙袋来的正好。左边缺口，大牛，糖要是保不住了，你怕不？不怕。从小你说掏鸟窝，咱俩就没空着手回来过。对，只要我说能干的，肯定都能成。危机解除，宿主存活确认，鱼塘存活确认。你还会说存活确认，整得跟丧尸片似的。那宿主是想听恭喜发财吗？可以用积分兑换语音包哦。滚！你鱼没跑？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爸没垮，鱼没跑，我还活着。算你走运。嘿嘿，小样儿，想看我翻车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吃饭，晚上辛苦了。谢谢老爹。书没白读，吃完了回家洗澡睡觉。好嘞，老爸。丁，检测到 S 级吊点老桥洞回水灾，目标黄河大理，预估单尾15到20斤，价值8万，建议立即下杆。8万，早说啊！你好。你好。宿主心跳频率上升12%，需播放舒缓音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这里还有这么大的鱼？当然，还不止呢。这得有10几斤吧？黄河野生大鲤，保守估计20斤。体型修长，腹部紧实，鳞片完整有光泽，野生环境能长这么大，水质一定很好。你懂鱼？我学营养与食品检测的，医学院毕业。鱼的营养价值和安全性辨认，我熟。小子，钓的鱼不错啊！我就是这个村里收鱼的，这个鱼5000我收了，现金。5000？这品相起码值8000，不能再多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看着这个鱼是很肥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从这个水里钓出来的，所以说不定你自己为了催长速，故意充当野生的。充当？你是看我们两小故意杀价的吧？这个鱼内脏脂肪比例正常，不超过3%，鳞片光泽度是野生环境典型特征。催长期养殖鱼腹部蓬隆，鳞片发白，这条完全没有。你要是不懂行，建议别做水产生意了。1万，封顶了，我只看到这个价格。黄河大鲤上架每斤400元以上，20斤就是8000起。但这是种鱼级品相，酒楼收购价不会低于10万。你准备1万收，转手赚9万，对吧？哪来的野丫头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哦，你是谁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要是有不了解行情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市渔业协会张主任。你是真猛啊！要不是你，这鱼就被白抢了。专业对口而已。对了，你这鱼值高价，别贱卖。还有，我叫李婉，在村里做义诊，有鱼想鉴定以后都可以找我。陈宇，今天谢谢，下次有机会我请你吃鱼。好啊。宿主，心跳频率又上升了，需要我记录这次心动数据吗？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好货色，纯正的野生黄河大鲤。我开酒楼20年，没见过这么俊的。老板，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，这几个鱼8万，少1分不卖。可以可以，今天正好我们酒楼要来大客户，正缺压轴主菜。支付宝到账8万元。丁 S 级任务完成，奖励精品钓场设计图纸+1，积分+300，建议查看图纸，开启第2产业线。筒子，图纸。宿主70积分购买龙血麝香丸，扣除之前赊账的70积分后，宿主你还剩230积分。难为你还记得这70几分。别人家系统一键搞定，你怎么全得我自己挖？我这双手是钓鱼的，不是挖沟的。当前系统等级，宿主可通过积分兑换终极施工层辅助功能，当前积分不足。说了等于没说，初级你就不能给点实用的？提示：宿主可考虑利用现有资源进行低成本引流。同城社交平台日活用户3.2亿，目标人群匹配度78%。同城野钓群。大牛，歇会儿，我想到一个先帮我们引流的办法了。
野生黄河大鲤20斤，亲手钓的，水质检测 A 级，钓点共享，来撩。宇哥，你这是要干啥？让城里人来咱这儿钓鱼，他们有钱还闲，就喜欢钓鱼这项运动。现在咱们这里有鱼了，就是没销路，只要能把他们引过来，我们还愁没有销路吗？还是宇哥厉害。嘿嘿，鱼儿啊鱼儿，你们可得给我争气点。老杨，这就你说的有大鱼的地方，就这村儿，看着挺偏啊。没错的，就是这里。而且我看了视频里，市里那大鲤确实是真的，估摸着有20多斤呢。我是陈宇，就是钓到这条大鲤的人。视频里那条鱼就是这儿钓的，所以3位哥是来钓鱼还是买鱼啊？还能买鱼？是怕我们钓不到鱼给我们的补偿吧？哪里，我们这里的鱼咬钩率可是很高的哦，不存在补偿。是吗？大牛，你去用网子捞一条鱼上来。小老板，咱们这里可以钓鱼吗？我带了一具，实在是看着你的塘手痒。当然可以，鱼钓上来按市场价算，钓不上来我送你们2条。小老板，你这地方太好了，下回我带朋友来能收费钓鱼不？我其实不咋吃鱼，就是对钓鱼上瘾。丁，检测到经营契机，精品钓场图纸激活，建议模式按小时收费，配备基础渔具租赁，日收入预估2000加，是否划看详细方案？日入2000，陈鱼落雁野钓场怎么样？宇哥啥意思啊？鱼落下来大雁都要吃？陈宇的鱼雁过都得留下吃2口，有文化吧？我从网上抄的。宿主落雁出自《昭君出塞》，形容女子美貌，与钓鱼无直接关联。你别拆台行不行？听着好听就完了。还搞起名堂来了，不能让他搞起来，绝对不能。宇哥，赵强那小子随他去，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儿。听说了吗？陈宇那鱼塘鱼长得太快了，才几天就有20斤大鲤。咱村那塘多少年没鱼了，他咋一接手就有？我侄子在外面打工，说有种催长素，滴水里鱼疯长。陈宇是大学生，懂这些。王婶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那天看见他往塘里倒瓶瓶罐罐的，我还以为喂鱼食呢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我瞎猜的，别往外说啊。嘿嘿，八卦传出去，热闹就大了。听说他们村里人说，这个老板的鱼是喂药长大的，这我可不敢再钓了。哪里的话，那个小老板我知道，我都来了好多次了，他不是那种人。可是都是村里人说的，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我是陈宇他爹，我儿子4年大学学的就是农学和水产，他的鱼我吃了3天，顿顿清蒸，我这条老命还站在这儿。你们信不过我可以，但别冤枉做实事的年轻人。丁，谣言危机触发，支线任务解除信任危机。爹，丁，奖励积分加400，建议主动自检，获取权威报告。我理解大家的顾虑，明天就联系市食品检测站公开速检，检测报告出来前，所有消费全额退款。我陈鱼的鱼经得起任何检验。小老板，我信你。我在你这里钓了3天了，你家的鱼我也吃了，我也没有事。放心，我相信你。谢谢杨哥的信任，你可以绝对放心，我这里的鱼肯定没有问题。我现在就联系县环境检测中心，让他们派人来取样。村长，您给做个见证。应该的，公事公办。谁知道那检测员是不是被收买了？哼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哪来那么多钱折腾？检测中心是县政府单位，你说人家收钱，有证据？我也是为大家伙担心。没证据的话，不要乱讲，造谣也是负法律责任的。我不说了还不行。爹平时闷得跟个葫芦似的，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难得一见。检测到宿主心率上升12%。你闭嘴。好嘞。我家阿宇从小到大没说过谎，你们不信他，我信。他要是干缺德事儿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妈，没事儿，妈在，咱不惹事儿，也不怕事儿。行，陈宇，你嘴硬。等检测结果出来，要是有一丁点问题，我3倍赔偿今天所有钓友的损失。这个塘子我亲手砸了，这辈子不养鱼。你等着。宿主霸气值+50，友情提示 A 加检测报告预定，放心装。你早干嘛去了？
不过谢了。不客气，宿主请继续耍帅。3个工作日出结果，电话通知。谢谢同志。周总，那个陈宇有点棘手，他直接叫来了县检测中心的人。哦，年轻人倒是有点魄力。要是检测真没问题，我跟他的赌约，那个鱼塘可就输给他了。慌什么？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一切情况随时汇报。一个毛头小子还能翻天？明白。陈宇，我不信你的运气一直这么好。县环境检测中心出具报告，水质 A 加级，鱼肉样本中催长素、重金属、违禁添加物全部未检出。这不可能！黄婶，您说那催长素报告上是0，就是一点都没有。您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是听人说的。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我陈宇的鱼干干净净，谁要是不信，检测报告复印件随便拿去看。好，小陈好样的，是我们冤枉人家了。赵强，赌约的事儿拿去，那个破堂子，老子本来也不想养了。谢了。这小子怎么就搞起来了？凭什么？2万，爹，不是给你，是借你，等赚钱了还我。爹，你那钓场要搞就好好搞，别3天打鱼2天晒套，丢人。爹不会说软话，但这钱是他全部的家底了。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，温馨场面建议表达感谢。你不懂，我是系统，的确不懂，但我知道宿主现在应该咧嘴笑一下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自证清白任务，积分加500，当前总积分1000了。丁，田园神钓系统升级至中级，解锁新功能施工队，专业钓场建设团队可提供场地改造、VIP 区搭建、活水循环系统安装，解锁营销团队，本地推广线上引流品牌建设。施工队都能安排？那当然，这些可都是真实存在的本地企业。宿主只需支付合理施工费用，系统负责匹配最优团队。这才对嘛！我就说你不能光让我一个人扛。本系统从不让宿主孤军奋胜，前提是宿主要按时缴费。谈钱多伤感情。本系统和宿主之间没有感情，只有积分。对了，你的营销团队能干啥？能让宿主的钓场人尽皆知。25万，筒子是真敢花呀！宿主，本图只划分3大区域：生态垂钓区普通钓位20个，吸养鱼区观赏加高产池，休闲区凉亭加茶座，预计7日内完工。陈老板放心，活水泵、增氧机、循环过滤全套安排上。VIP 区用活水补养系统，成本高但水质最好。张哥，按图纸来，1分钱1分货。阿宇，这会儿我来。歇会儿，别累趴了。不累，从小跟你屁股后头跑，你从来没错过。这回算我一份不？算。以后你拿分成，不是打工，是合伙人。合伙人。施工队效率评级 A， 友情提示 ：VIP 区今日可完工。另外，检测到宿主心跳频率上升10%，需要播放舒缓音乐吗？不需要，谢谢。李婉，我申请了村里巡回义诊，想着你这施工队人多，万一有人中暑或者划伤，我能搭把手，不收费，纯帮忙。欢迎是欢迎，不过我这儿不给交5险1金。义诊免费的。阿宇，这姑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干活去。宿主检测到注意力偏移，温馨建议先检查活水循环系统，再看人。给我消失！老板，挖到东西了！皇家玉鱼塘，皇家玉鱼塘，300年古碑，贴上吊馅饼了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这碑少说有300年，咱青石村祖上是给皇帝养鱼的。难怪咱村水好，祖上就是养鱼的地儿。兄弟们，看看挖到了什么？皇家玉鱼塘300年古碑，来沉鱼落雁钓鱼，钓的是皇家的风水，祖宗的认可。你这脑子转得真快。那当然，农学大学生，
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宿主，短视频素材已生成，建议立即发布，预估24小时内播放量突破50万。87万播放。祖宗真显灵了！大牛，快，今天有人来钓鱼，准备接待。阿鱼，电话响了一早上，后天都约满了。嘿嘿，果然这就是祖宗赏饭吃。陈先生，我是金沟湾的，我们周总看了你的视频，很感兴趣。城里最大的钓场，金沟湾。周总明天亲自来，想谈谈合作。阿鱼，来者不善啊。善的话就不来了。陈老板，年轻人有点本事，金沟湾周建国50万，整个钓场连10杯带地，打包卖给我。你拿着钱回城，比在这风吹日晒强。周总，您那金沟湾复购率多少？我这儿回头客占60%，您那儿听说上个月走了30多个老客户，有志气。3个月后你这地方还开着，我周字倒着写。检测到反派敌意值飙升，温馨建议宿主，你的心跳没乱，不错。乱个屁，这才刚开始。你 VIP 区的遮阳伞歪了，右边低了10度。李医生，眼神这么好使啊？我眼科也轮转过的。阿鱼，这姑娘天天来，比上班还准时。她义务帮忙，你少八卦，去把牌子扶正。检测到宿主面部温度上升0.3度，温馨建议多喝水。你闭嘴！这水清的，鱼都看得见。各位看好了，生态鱼肚子雪白，饲料喂的肚子发黄。我大学4年学的就是这个，土壤水质生态循环，绝不糊弄。我预约了9点的，怎么还没轮到我？我都等40分钟了，你们什么管理啊？不行了，人太多，咱俩根本招呼不过来。紧急提醒，当前承载量超150%，客户满意度正在下降，发布限时任务：48小时内接待能力提升1倍，初级超时惩罚，口碑评级下降，层流量减少30%。48小时翻倍！大牛，招人，现在就招！小陈啊，招工是吧？巧了，我侄女大专毕业，水灵灵的，让她去。王婶儿，招人我欢迎，但丑话说前头，考核上岗，服务礼仪、急救常识、生态知识3项全过才能留。不管谁介绍的，一视同仁。考核就考核，我看你精得跟猴似的，一点人情面子不给。公平，我支持。村里闲着的小伙子多，明天来塘边参加。招人的话，急救培训我可以帮忙带。另外，建议你增加一个急救服务岗，钓友划伤中暑的太多了。李医生，你这是打算长期入住了？看心情。记住，客人叫咱3声以内必须到，饵料没了主动补，水凉了主动换。咱钓场卖的不是鱼，是服务。大牛这憨货，学得有模有样的。检测到宿主嘴角弧度上升，温馨建议别傻笑，去检查活水循环系统。你管得真宽。稳住，慌什么？阿宇当初比这还毛。我听得见。大湖，好大一条！这是什么鱼？紧急警报！检测到国家级保护鱼类野生大鲵，国家2级，处理不当将触发法律风险及口碑崩牌。这鱼怪邪乎的，值不少钱吧？各位退后，这鱼不能碰！大牛，拉警戒线，清场！是大年，国家2级保护，你这水质太好，他才闯进来。买卖是犯法的，处理不好钓场就完了。手机架起来，开直播，这时候还直播？全网盯着，比私下处理安全100倍。去！
县渔业局，我是青石村陈鱼落雁，钓到疑似野生大门，请求立刻派专家，全程录像没有触碰。野生大鱼，纯野生，这水质能养活大鱼，说明生态极其优良。全村的脸面，他怎么来的，就怎么平平安安回去。阿宇，后天都约满了。小陈，市渔业发展局的，局里研究决定，授予你们生态保护先锋称号，全市宣传推广。谢谢领导，我们做了该做的事。市里正在评生态示范村，你的模式生态钓场，保护水生资源，带动村民就业，很符合政策方向。有需要可以找我。刘局长，我正打算升级生态庄园，带动全村一起干，这政策能指条明路？年轻人有眼光，下周来局里咱们细聊。检测到社会声誉大幅提升，解锁政策红利感知，建议申请生态示范村项目，预计扶持资金30至50万元。童子，你说的那个扶持资金30到50万，宿主，本锦鲤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倒是宿主你嘴角收一收，哈喇子要滴到申请表上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农学大学生的春天。免了，本锦鲤不吃这套，只吃积分。阿宇，刚又来2波城里人，说看了新闻从市里赶来的，咱牌子真打出去了。紧急，水质异常，上游入水口检测到工业废料残留 ，pH 值骤降，重金属超标。什么？工业润滑油，还有刺鼻化学味，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故意倒的。哎，哪个王八蛋干的？老子去逮他！冷静，没监控没证人，你逮谁去？老板，这水还能钓吗？我刚看见死鱼飘起来了。各位，对不住，钓场今天暂停营业，所有预约全额退款。水里进了脏东西，查清之前1条鱼都不能卖。阿宇，一天不开门亏好几万，查不出来怎么办？查不出来也得查，水质是我的命根子，这口气咽不下去。那人不是周建国的司机吗？谁？穿白大褂的陈宇钓场那个女医生跟踪我。我只是来采水样。采水样采到这儿来了，小丫头，有些事看见了就得烂在肚子里，懂不懂规矩？我要是没回去，陈宇会报警。周建国是你老板吧？你觉得他保不保你？嘴挺硬。放开他！就你一个钓鱼的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算你运气好。没事吧？伤着没有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医药箱落河边了？我一看就知道你不对劲。以后别一个人追，太危险了。那换你追。谢谢，来得挺及时的，农学大学生。那当然，咱俩是合伙人，对吧？童子，你说的那个无人机呢？环境监测无人机已解锁，24小时续航，红外夜视，静音飞行，积分扣除300。果然是他们，周建国，够阴的。小伙子，深更半夜一个人不合适吧？3个人。童子，有没有瞬间转移道具？没有，
但检测到宿主肾上腺素飙升，建议跑。韩宇，韩宇，敢动我兄弟，老子活埋了你们！走走。伤哪儿了？没事儿，挨了一拳。你怎么知道我在？筒子告诉我你肾上腺素飙升，让我来的。本宁里的宿主定位功能，关键时刻保命。谢了。陈老板，大驾光临，稀客啊！什么意思？周总，您司机的面包车车牌尾号847，昨天下午3点出现在上游排污点，这是环保局的水质检测报告，重金属超标47倍。还有昨晚您手下3个人围我的视频，大牛路的，高清。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你退出这片市场，停止一切针对我调厂的动作，我保守秘密。你在跟我谈条件？你知道我在这条道上混了多少年？周总，我不是在跟你谈，我是在给你选，要么体面退场，要么这些东西明天出现在环保局和公安局的桌子上。行，你先回去，我考虑。3天后没动静，我就按我的方式来。小子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阿宇，今天就2拨人，还都是来退预约的。预约的人呢？隔壁金沟湾全场5折，还送豪华午餐。咱好几个老客户都跑那边去了。那个杨总上周还来呢，今天给我发消息说金沟湾那边500包一天还管饭。小陈，对不住啊，金沟湾那边500块包一天还管饭，我就是一普通打工的，图个实惠。理解，哥，下次有空再来。上周日收入6万，昨天8000，咋差这么多？金沟湾打价格战，全场5折。我算了一下，他那个价位是亏本的，摆明了烧钱抢客。你也犟，跟他对着干。犟不起，金沟湾是连锁品牌，底子厚。我算过了，他5折是亏本卖吆喝，目的就是把我击垮。我要是跟他烧100万，眼睛不眨；我烧10万就见底了，跟不起。那咋办？眼睁睁看着客人都跑了，要不咱也搞点活动，送条鱼啥的。打价格战，我们拼不过资本，但我有他没有的东西。检测到宿主营业额下降73%，温馨提示：降价不是唯一选择。你现在说，差异化竞争方案、生态体验不可复制、农学知识讲解、专业壁垒、亲子田园互动、情感绑定、系统建议，不卖鱼，卖体验。不卖鱼，卖体验。周建国有资本，但他没有真山水，我有。宿主心率回升，脑电波活跃，看来你又有馊主意了。温馨提示：差异化方案需要追加投资约8万元，用于亲子设施建设和体验课程开发。你就不能不提钱？不能，本集里不是许愿池，是天才主意，不是馊主意。你这招挺绝的，城里家长花多少钱都愿意让孩子亲近自然。这叫农学知识变现，我大学4年学的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检测到宿主笑容频率上升，温馨建议注意形象，有孩子看着呢。你管我？采摘区的菜熟了，现摘现做，农家乐开饭。这不是钓场，是田园学校啊，比城里那些假模假样的农家乐强100倍。小陈，你这地方变样了啊！杨哥，金沟湾那边500一天还管饭，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？别提了，那边是便宜，但鱼是饲料喂的，水质浑浊，钓上来一股腥味儿，待了2天我就腻味了，千篇一律，没劲。你这儿就不一样了，有山有水有菜地，孩子能摸鱼能摘果子，你这叫什么来着？不可复制的体验。爸爸，是那个有青蛙的糖吗？
有青蛙，有蜻蜓，还有大牛叔叔教钓鱼，朋友圈都传开了，好几个群在转发。你这地方城里花多少钱都复制不了，金沟湾，哼，降价也救不了。亲子体验套餐300一家，今天来了12家，加上采摘和餐饮，日收入28000，比价格战之前还高。检测到宿主营业额回升，超越价格战前水平，恭喜宿主达成生态庄园主成就。有奖励。解锁终极区域山后野湖 SSS 级调点，但该区域涉及青石村集体土地，需全村共同决议方可开发。山后野湖，全村决议。下一步得让全村人跟我一起干。各位叔婶儿，山后野湖比咱现在这个塘大3倍，活水山泉，4季不断。我的方案是全村入股，按户分红，不管来不来干活，年底都有钱拿。哟，口气不小，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凭啥让我们把地交给你？万一把钱赔光了，谁负责？王婶儿，您说的对，所以我不要地，只要合作，地还是各家的，收入按股份分，我出技术和管理，大家出地和人力。我支持投票，支持陈宇方案的举手。小陈，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懂，我就一个要求，你要是能让大伙儿都亲眼看看你说的那个什么生态钓场，亲眼看看钱是怎么从水里捞出来的，我就信你。3天后全村开放日，任何人随时来，随便看。阿宇，要是开放日没人来，或者来了不满意，没有要事，咱得把最好的一面亮出来，让全村人亲眼看见我陈宇不是在吹牛。检测到宿主压力值上升，温馨提示：深呼吸，心率过快会影响睡眠。你闭嘴！阿宇，你说啥？我说螺丝拧紧点，别松了。哦，早紧了。宿主撒谎技术评级 B+，建议加强练习，以便应对更复杂的社交场景。你到底是系统还是损友？来，搭把手，把这横幅拉平了。各位叔婶儿，今天不收费，随便看。左边是生态垂钓区，活水循环，鱼自己长，不打药不喂饲料。右边是采摘区，现摘现做。王婶儿咋样？是比饲料鱼咸。小陈，这地方有活力。老支书，山后野湖比这个大3倍，全村入股，年底按户分钱，不骗人的。投，我代表老陈家投。我也投，但先说好啊，赔了算你的。你做到了，全村人都跟着你干。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田园守护者。筒子，这算不算毕业了？算新手村毕业。后续关卡：全国生态农庄连锁，宿主任重道远。李医生，后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，一起。看心情。陈先生，昨晚播出的青石村的生态奇迹收视率破3，您现在可是全县的名人了。愣着干嘛？上电视了。我就一钓鱼的，一个靠钓鱼带动全村致富的大学生，这故事比电视剧还好看。检测到宿主公众曝光度飙升，温馨提示：注意发型，镜头会放大面部缺陷。你能不能安静点儿？是，
欢迎来考察。生态标准不能降，这是底线。日收入4万，翻了整整5倍。左边排队，右边买票，别急。生态不是口号，是每一尾鱼、每一滴水的实在。陈宇，你等着！紧急警告！生态承载力接近认值，水质溶解氧含量下降23%，底泥污染物积累超标。72小时内不升级环保设施，将面临环境反噬，鱼类大规模死亡，水质恶化不可逆。72小时。筒子，升级方案是什么？建设生态粉点池，升级垃圾回收系统，限制日接待量，预估投入15万。15万，刚赚的钱还没捂热。贱，钱没了再赚，环境毁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各位，钓场要变天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实行限量预约制，一天最多接待80人，分4个时段，每时段20人，超时超量一律不接待。80人，昨天来了300多，有钱不赚，你傻呀？王婶儿，昨天那300人把咱们塘边踩的全是泥，垃圾飘了一水面，再这么搞下去，鱼死光了，水臭了，谁还来？我设计了环保宣传牌，放在入口和塘边。还有，政策补贴已经批了15万，用于扩建污水处理和生态净化系统。阿宇，你说咋干就咋干。宿主决策正确，限制供应可提升感知价值，经济学叫稀缺效应。说人话。物以稀为贵，笨蛋。阿宇，今天预约满了，后天也满了，大后天也满了。排到哪儿了？下个月15号。你这叫限量，这叫抢不到。物以稀为贵嘛。陈先生，我是省城娱乐圈连锁钓场的创始人，姓徐。听说你这儿实行限量预约，排到下个月了。徐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绕弯子，我想投资你的模式，限量生态钓场，复制到全省12个城市，3000万，占股35%，你出品牌和标准，我出资本和渠道。3000万，宿主，你的心跳加速了15%。徐总，钱我心动，但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生态标准不能降；第二，每个钓场必须带一个贫困村，做不到免谈。你这人有意思。行，我回去让团队按你的条件做方案。对了，周建国，你认识吧？他是我以前的合伙人，被他知道你拒绝了3000万，还加了条件，估计得气吐血。那麻烦徐总帮我带个话，我等着他。500万，占股30%。陈先生，这是我能给的最高价。3个月内，我让陈鱼落雁，开遍全省，品牌估值破亿。500万，爸的存折6万，我算来算去，这500万能买多少个6万？你要签？李婉，我没有过这么多钱，全村人也没有。陈宇，资本进来后就不是你说了算，他让你降标准，你跟不跟？他让你喂工业食料，你喂不喂？他让你砍掉村民的股，你砍不砍？阿宇，500万是多，但咱们从沸塘干到今天，靠的是啥？是你手里的技术，是全村人的信任。钱能买来信任，自己干，爸支持你。本系统根植于田园生态，过度商业化将导致系统降机、技能失效、永久关闭。筒子，你是系统还是禅师？本吉米是系统，但本吉米也有底线。500万我不要了，我自己干，一步一步来，不着急。新提示，宿主，你刚才的样子很帅。你闭嘴。
500万，多少人跪着求我投，你倒好，撕了。徐总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我想一步一步来，慢但稳，把根扎深了，树才能长高。陈先生，我投了10年项目，没见过你这样的。尊重，这杯酒我欠着，有需要随时找我，我的条件不变。宿主刚才那段话，本锦鲤起了鸡皮疙瘩。你是鱼，没有鸡皮。 500万，他拒绝了500万，这人傻透了。他拒绝了资本，就是拒绝了扩张，资金短缺，这正是他的软肋。给绿水湾碧桃园打电话，还有老渔翁，统一降价50%，挖他的员工，散布谣言说他限量预约是因为鱼不够了，在别的地方买饲料鱼充数。周总，他那几个员工都是村里人，恐怕不好挖。不好挖就加钱，2倍工资。另外，找你那个远房表亲叫啥来着？大牛的表叔，开桃园钓场的老刘。对，让他也加入。我倒要看看陈婷的合伙人怎么面对自己亲戚的反水。周总放心，我这边降价3成，再把我侄子大牛挖过来。他对陈宇忠心耿耿，但只要我开口。老刘，事成之后，周总给你补差价，亏多少补多少。表叔，从小带他下河摸鱼的表叔，要跟周建国一起搞阿宇。阿宇，我该怎么办？阿宇，我表叔找我了，2倍工资，给经理当，让我跟你散伙。你怎么想？我跟他干，我大牛是那样的人吗？我从小跟你屁股后边跑，你从来没坑过我。我表叔，他是我表叔，可你是我兄弟。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啥？答应他，假装答应，他让你干啥你都答应，然后把他们的动静告诉我。你让我当卧底？不是卧底，是兄弟。大侄子，想通了，跟着周总干有肉吃。你那兄弟陈宇，抠抠搜搜的，能给你啥前途？我跟你们干，但先说好啊，经理的位置得算数。爽快！哈哈哈哈！大侄子，国庆黄金周，周总有大事，免费钓鱼，豪华抽奖，1等奖是一辆轿车，到时候你帮着招呼客人，把陈宇那边的人全拉过来。轿车？那客人们不得疯了？就是要让他们疯，7天之内把陈宇的客户一次性吸干，让他那个限量预约变成没人预约。阿宇，国庆7天，周建国搞免费钓鱼抽奖送轿车，要把咱们的客一次性吸干。距离国庆黄金周剩余7天，本钓场现有客户的80%。宿主，你的心跳加速了。轿车，他下了血本。咋办？7天，咱们怎么跟他打？免费钓鱼，送轿车，他烧钱，我烧脑子。7天够了，大牛，你继续待在里边。7天之后，咱们给他来个翻盘。阿宇，咋翻？他送轿车，咱们送比他轿车更值钱的东西。小陈，你还有心思坐这儿？我刚从县城回来，周建国那边人挤人，轿车都摆出来当奖品了。咱这80个人的限额，今天来了不到20个。早说让你降价嘛，人家免费，你限什么量？就是我的分红。检测到宿主情绪稳定值异常，你的血压正在上升。各位叔婶儿，陈宇不降价是有道理的。周建国免费钓鱼，鱼从哪儿来？饲料厂批发的，成本低到2、3块一斤。咱们这儿的鱼呢，生态养殖，活水长出来的，成本12块一斤。它免费能撑几天？咱们要是跟着降，才是死路一条。李婉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了？
周建国免费调吸引的是贪便宜的人，我要让想看真相的人往这边看。宿主，你确定要直播？当前粉丝数3位数，3位数够了，真相自己会说话。各位，我是陈宇。各位，有人问我，周建国那边免费钓鱼，我这边限量还收费，凭什么？今天我用一条鱼告诉你答案。这条鱼活了18个月，吃的是水藻和微生物，喝的是山泉水。我现在解剖，大家看看肉质，看到了吗？生态鱼的肉雪白紧实有光泽，饲料鱼呢，颜色发黄，肉质松散，腹腔有厚厚的暗黄色脂肪沉积。这种鱼成本低，生长快，3个月就能出栏，但吃起来一股土腥味儿。我是农学本科毕业，4年学的就是土壤、水质、生态循环。你们吃的每一口鱼，我都能告诉你它从哪儿来，怎么长的，水质达不达标。周建国能吗？免费钓，他免费的是鱼，收费的是你的健康。在线人数破5000了，宿主，你的知识比轿车好使。这才刚开始。左边是生态鱼，右边是饲料鱼，我不说哪边好，你们自己看颜色、看纹理、看脂肪层。农学不骗人，眼睛更不会骗人。我去，这对比太明显了，难怪周建国免费，原来是饲料鱼。陈老板，明天还有名额吗？我要预约。宿主，直播间人气破8000了，你的农学知识确实挺帅。别废话，帮我看看后台预约。今日预约量较昨日上升380%，限量名额秒光。今天的名额满了，明天的也满了，后天的还剩3个。我看了直播，生态鱼是不是真的像陈老板说的那样？真的。第三方检测，溶解氧、重金属、肉质、蛋白含量全部达标，限量80人，就是为了保证每一条鱼都是这个标准。懂了，贵有贵的道理，限量有限量的道理。宿主，周建国那边传来数据，免费活动日均亏损4万，客户投诉鱼质差，退款率27%。他烧不动了吧？烧不动了，但温馨提示说，狗急跳墙最危险。陈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老张，是我，那件事儿可以动手了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你不是科学奶鸭吗？我倒要看看科学能不能挡得住火。肚子疼，我也是。症状一致，腹痛、恶心，不是中暑，是食物中毒。检测到异常事件，建议立即隔离问题食物，保留样本。接到投诉，你们钓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，3人就医，根据规定暂停营业，接受调查。好，我配合。系统回溯完成，检测到异常物质添加时间今日5时12分17秒，嫌疑人新员工丙，入职时间15天，银行账户昨日收到一笔5万元转账，来源不明。周建国，证据指向明确，但缺乏直接关联，需要更多时间梳理资金链。阿宇，我表叔那边传消息，周建国给他打电话，第一步成了，接下来等着看好戏。我明天去找县卫生局的同学，把问题食物送检，出具权威报告证明是人为投毒，不是钓场管理问题。另外，我联系了省台记者，他们愿意来做一个深度调查，周建国买通内鬼的证据，我来挖。李婉，这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。有关系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就是这份样本。老师，3分钟前有人往里面加了料，导致3人腹泻。
但这盆鱼汤本身，从水质到食材，全部是我们钓场自产自销的生态标准。我敢担保，问题不在食物，在人为。我带你来省城检测，是因为我信你。但报告不会说谎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47项指标全部合格。至于那3人腹泻的原因，样本中检测出一种工业用催吐剂，非食品级，非钓场所有。结论是说人为投毒。我下午在医学群发篇文章给你背书，你选的这条路是对的。陈老板，你的钓场出了事，跑到我这儿来做什么？47项指标全部合格，3人腹泻是人为投毒，投毒的人是我钓场一个入职15天的新员工，银行账户里多了5万块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周总放心，话已经打过去了。那小子办事利索，鱼汤里一倒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周建国涉嫌指使他人投毒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陈宇，你赢了这一局，但没完。周总，科学能挡得住火，也能照得出鬼。周建国被抓了，听说还要判刑，这地方完了。今天名额满了，明天的也满了，后天的还剩5个。您这手法越来越专业了。陈老板够硬，被陷害了还坚持标准，这种人我信得过，以后只来这儿钓。检测到宿主生育值，创历史逢金枝，预约排至45天后。温馨提示，你可以骄傲一下。低调，低调。你以为赢了？省城那位投资人是我表哥。检测到异常信息，正在追踪号码来源，追踪失败，号码为虚拟号段，无法定位。短信的事，我听大鸟说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周建国倒了，但他背后还有人。那个省城投资人，如果真是他表哥，我之前拒绝的500万，就不是简单的投资谈判了。是陷阱？周建国在县里搞了我多少次？投毒、降价、挖人。如果他表哥在省城，能量比他大10倍，我前脚拒绝资本，后脚他就能让全省的媒体、渠道、政策全部对我关门。宿主，敌暗我明，这次的心率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快。快就对了，说明这一仗比前面所有加起来都难打，但我不退。陈老板，对不住，以后不供了。省城有人打了招呼，我们得罪不起。小陈啊，上面说你的贷款资质要重新审核，这月那笔10万块的续贷批不下来。检测到资金链断裂风险，鱼苗断供，贷款搜紧，加上上周扩建设施的尾款，宿主，你的账上余额撑不过20天。阿宇，预约平台把咱们下架了，说是接到投诉，涉嫌虚假宣传，咱80多个预约全没了。我问了省城的同学，那人在省里投资圈人脉很广，行业协会、媒体、平台都有他的人。这不是周建国那种土办法，这是系统性打压。我知道，但我没地方退，退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阿宇，要不咱找村长？这是省城资本的局，村长一个村支书能帮。小陈，全村人都在村委会等你，马上来。陈宇是咱们村的人，他的事儿就是全村的事儿。省城来的大老板想踩他，先问问青石村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这是我攒了10年的关签本，2万块。陈宇要干的事儿，我老头子看不懂，但我看得懂他的人，正直有骨气，不坑人。这钱我投。我5000，少了点，但陈宇没让我侄女走关系进钓场，那是公平。公平的人
值我王婶这5000块。我5000，我没人脉，但我会铺路。山后那条路，我带了工程队来，免费干。检测到宿主情绪值剧烈变动，温馨提示：这次不检测了。宿主，你哭了。没哭，是风吹的。小陈说了，今天的鱼不进市场，全留给钓场。咱青石村的鱼不能让承本人断了货。张主任，我不管省城谁打了招呼，我们钓场的营业执照、卫生许可、环保达标哪一项不合格？你把平台下架，总得给个正式文件吧？各位师兄师姐，我在青石村做生态钓场，被人恶意打压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一口干净的鱼，一池活的水。愿意支持一把的，众筹链接在下方。检测到危机解除，供应链恢复，平台重新上架，到账客户回流。宿主，这次不是你一个人扛过来的。这次是全村的。陈哥哥，我爸说你是大英雄。不是英雄，是青石村的人。这次扛过去了，但下次呢？省城的人还在，只要我还是靠别人供鱼苗，靠平台引撤流，靠银行给贷款，我就永远被人卡着脖子。你想怎么办？终极任务前置发布，核心目标：建立自主鱼苗繁育基地，打造沉鱼落雁品牌，形成不可复制的生态闭环。完成奖励：田园渔业帝国蓝图，从养殖到餐饮到文旅，全产业链布局。帝国蓝图？宿主，你的野心可以大一点了。不是野心，是我想让全村人再也不被人欺负。全省生态渔业发展大会特邀主题演讲佳佳，这啥？我导师张教授在行业里的影响力比你想象的还大，他把你直播解剖鱼的事儿讲了，又把我的检测报告递上去，省渔业协会那帮人全惊了。让我去省城对着全省的人演讲。检测到宿主犹豫指数飙升，温馨提示：省级知名度是开启全国地图的必要条件。省级平台首次亮相，完成即可解锁省级供应链资源、省级媒体曝光、省级政策对接。不去就卡在这儿了？是的，卡死。我就是一个村里面钓鱼的，让我去省城大会上讲什么？讲怎么撒饵料？你不是讲钓鱼，你是讲一个大学生怎么用4年学的农学知识，让一塘死水活过来，让一个村子富起来。去吧，让全省看看我们青石村的厉害。你跟我一起去？当然，你上讲台，我在台下给你举牌子加油。宿主心跳120，温馨提示：想象一下台下都是鱼，鱼不会笑我，鱼也不会给你鼓掌。下面有请青石村沉鱼落雁创始人陈宇先生。我叫陈宇，24岁，农学本科毕业。3年前，我回到青石村，村里人叫我读书的废物。今天，我想告诉全省，读书不是废物，知识能让一塘死水活过来，能让一个村子富起来。我的沉鱼落雁限量80人，预约排到45天，不是因为炒作，是每一尾鱼都值得被认真对待。恭喜宿主，省级平台首次亮相完成，全国地图正式解锁。陈先生，您被称为最接地气的新农人，有什么感想？我就是个钓鱼的，讲了几句实话。您的限量预约制和生态标准被多家县市关注，会后有人找您谈合作吗？
陈先生，我们是临水县农业村局的，想请您过去指导生态渔业建设。陈先生，先看我们蓝田县，土地、政策、资金全包，您出技术就行。各位，陈宇今天说的够多了，让他歇歇。合作的事儿后续联系。宿主，你现在的心跳105。温馨提示：成名比演讲累。闭嘴。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没习惯。3天前我还在塘边喂鱼，今天被几十个人围着叫陈老师。李婉，这些人，他们想要的不是我这个人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成功模板，投下去就能赚钱。但我这个模式是扎根在青石村的，换一块地换一群人，不一定行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得想清楚，不能为了扩张丢了根。小伙子，我姓林，退休了，干了一辈子农村工作。你刚才在台上说的话，我信。林老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我手里有10个村的资源，土地、水源、政策通道全打通了。我想跟你合作，做千村生态渔业计划。你出技术、出标准、出品牌，我出资源、出关系、出人手。10个村同时启动，3个月见效果。敢接吗？检测到宿主面临超级机遇，10个村同步启动。宿主，这是从调场主到帝国缔造者的特变节点。各位叔婶儿，省城有个机会，千村生态渔业计划，10个村一起干，我出技术和标准，对方出资源和政策，3个月出效果，年底见分红。10个村，小陈，你才干半年就想上天啊？咱们这一个钓场还没捂热呢，你就想扑10个？年轻人就是飘。就是，万一赔了，咱全村跟着兜底。我听说省城人都是骗子。王婶儿，这10个村不是咱们出钱，对方出土地、资金、政策，咱们出技术和品牌。说白了，就是把咱沈鱼落雁的模式复制出去，咱收技术费和管理费。那管理得过来吗？我支持，干大事就得有魄力。陈宇在省城大会上把全省的人都震了，这是咱青石村的脸面。10个村跟着咱干，咱就是龙头。头，我信小陈的眼光。宿主，票数僵持，温馨提示，你还需要1票决定性的力量。我儿子用半年做到了别人10年做不到的事儿，从废塘到全省出名，从被人笑话到被人抢着合作。我不懂得啥叫千村计划，但我知道，我信他。检测到宿主情绪值爆表。温馨提示，算了，这次不提示了。宿主，恭喜你。从今天起，10个村一个牌子，青石生态渔业合作社，技术统一，标准统一，品牌统一。我陈玉承诺，3个月内让每个村的鱼塘火起来。恭喜宿主完成10村联盟成就，系统升级，解锁连锁管理功能，可同时监控10个村水质数据，解锁培训体系模板，内含生态养殖标准课程12成。你越来越像教务处了。本经理一直如此，只是宿主以前级别太低，看不到而已。这塘水质偏酸，得加生参灰调一下。鱼苗投放密度要降，1亩不能超过800围，否则缺氧。第7个了，还有3个村，这周能跑完。累是累，但看着10个村的塘一个个活过来，值。陈老板，不好了，塘里的鱼全翻肚皮了。
腮发白腐烂，是细菌性腮病，传染极快，如果不控制，3天内这塘鱼会死光。紧急！检测到高传染性鱼病，第7村鱼塘感染率已达67%，该病可通过水源和工具传播，若蔓延至其他9村，整个合作社声誉将遭受毁灭性打击。病因分析完成，水质检测显示，上游来水氨氮超标8倍，亚硝酸盐超标12倍，污染源定位上游3.7公里处。病因锁定，化工厂偷排导致交叉感染，诱发细菌性败睡病。马上把病鱼和活鱼分开，能动的鱼换到东边的备用塘，死鱼全部深埋，撒生生灰消毒，所有工具用火碱水浸泡，人不能穿塘。感染率从67降到8，你做到了。化工厂那边，你先休息，剩下的事。李婉，不找到源头，治好了也会复发。那糖水是从上游来的，我陪你去。哟，就是那个搞生态钓鱼的小老板，听说你这几天挺忙活呀。贵厂偷排污水，导致下游3个村鱼塘感染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万，这是证据，我已经交给环保局了。小子，我这厂子养了30个工人，给县里交着税，你动我蛋糕？我让你在这个省混不下去，你那10个村的合作社，我一个电话全变成臭水塘。好戏才刚开始。那化工厂偷排污水，害得第7村死了半塘鱼。今天咱们不闹，明天就轮到第8村、第9村。我已经联系了省台的记者，还有几家做深度报道的媒体，证据确凿，不怕他不认。各位，我一个人去闹，人家说我碰瓷；10个村一起去闹，那就是民意。民意比任何证据都有利。检测到宿主舆论战策略启动，温馨提示：媒体曝光度每提升1%，敌方妥协概率增加3.2%。说人话，闹大了他就得跪。把我听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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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听谁我。氨氮超标8倍，亚硝硝酸超标12倍。我手里的报告是省食品检测中心出具的，每一页都盖着红章。这个厂子偷排了3年，下游3个村的鱼塘全毁了。查封，全部设备贴封条。陈先生，您被称为环保英雄，有什么感想？我不是英雄，我只是想让我养的鱼活在干净的水里。红色警告，检测到宿舍人安全风险等级为红色，敌方势力可能采取报复行动，建议24小时内返回青石村，立即返回青石村。来了。紧急检测至撞击事件，宿主生命体征正常，左臂擦伤，轻微脑震荡，对方车辆已逃离现场，车牌被遮挡。大牛，省道3公里处，来接我。是那化工厂的人干的，老子带人去砸了他厂子。
我已经让村里的小伙子组成巡逻队，20人轮班，守村口，守吊场，守小陈家门口。谁敢再动小陈一根毫毛，先过咱青石村这一关。他们怕了，说明我们走对了路。你还笑？你知道那辆车要是再偏半米……李婉，我不退，退了10个村白干，化工厂白封，那些人的水还臭着。终极任务发布：建立青石生态渔业品牌，覆盖全国，从养殖到加工到文旅，全产业链布局，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吃到一口干净的鱼。完成奖励：田园神钓系统完全体解锁，宿主将拥有永久生态洞察能力，无需积分即可感知任何水域的生态状态。宿主终极目标清晰了，从一个人到一个村，到10个村，到一个品牌，到全国。李婉，后面会更难。有人想让我死，但我不会退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也不退。我刚从第8村出来，水质正常了，鱼苗投放完毕，第9村明天到。阿虐，第5村的净化池修好了。我跟你说，那村的老汉非要留我喝酒。我说你受伤了，等我回去。他当场掉了眼泪。10个村水质数据全部正常。线上培训平台今日观看人次2300。温馨提示：宿主躺着也能赚钱。我倒是想躺着。各位学员，今天讲第3课生态沉淀池的设计原理。我现在人在医院，但知识不住院。很多人觉得生态养殖是高大上的概念，其实不是，它就是让鱼吃该吃的东西，活在干净的水里，长到该长的时间再上桌。我做的一切就是让每一口鱼都经得起追问。宿主粉丝数突破100万了，你躺着的影响力比站着还大。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经村委会研究决定，聘请陈宇为青石村荣誉副主任，主管全村经济发展。从今天开始，陈宇不仅是咱村的骄傲，更是咱村的带头人。孩子，这个村儿交给你了。宿主从个体户到村副主任，你的行政级别终于跟你的野心匹配了。闭嘴。今天青石生态渔业正式亮相，3大板块：生态鱼、有机蔬菜、田园体验游。鱼是我们养大的，菜是我们种下的，田园是我们守护的。每一口、每一颗、每一次体验，都经得起追问。从一个人钓鱼到一个村合作，到10个村联盟。今天我们要让全省看到，农村不是落后的代名词，农村可以是最好的品牌。青石生态鱼活水长养18个月，有机蔬菜不打药不催熟，田园体验限量预约，真人真景，100份开抢。3、2、1，上链接！30秒售罄。温馨提示：宿主，你比我想象中更像个商人。夸我还是骂我？10个合作社本季度财报全部盈利，村民人均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12%。这才刚开始。下一个计划：青石田园度假村，生态垂钓，让城市人回到水里。康港医疗由李婉医生带队，把健康管理做到田间地头。研学教育，让城里孩子知道1粒米、1条鱼是怎么来的。阿宇，你这是要建一个城啊！宿主，你的心跳很稳，但脑电波显示你在想比度假村更远的事。筒子，青石村是我的根，但根扎得够深了，树该往高了长。看见没？那个领奖的小陈，我们青石村出去的，从小我就看着他长大，聪明得很。王婶儿，你以前不是说他飘吗？我那是考验他，年轻人不经考验怎么成才？
猴子，你哭啥？风吹的。1年了，从你在河边捡到那条鱼开始，到现在，省级示范村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呢？10个村，100个村，让每一条河都干净，让每一口鱼都放心。李婉，我想让全国的村子都变成青石村。我陪你。最终阶段前置完成，宿主陈约，青石村模型已验证成功，系统正在生成全球生态渔业网络蓝图，每一个光点代表一个潜在的合作水域，每一个暗淡的区域代表一片等待修复的生态系统。宿主，青石村是你的根，但根的使命不只是扎在一片土里，根的使命是让整片森林都活过来。全球。左边调位3位，右边采摘区5家。今天天好，都来早了啊！醒了，粥趁热喝。今天周末游客多，你不去盯着？盯着干嘛？有大牛在，比我靠谱。千村计划第2阶段，百县联盟是否接受？宿主1年了，从废堂到省级示范村，从1个人到10个村，从被嘲笑到被尊敬，田园神调系统使命完成。那你呢？完成了要走？不走，但以后不会天天唠叨了，偶尔出来看看你把地球糟蹋成什么样。那你可以放心了，我不会糟蹋，我会让它越来越好。不掉了。掉了1年了，今天想放他走。田园神调系统使命完成，但真正的田园诗篇才刚刚开始。